一个赝品，谁叫价谁是傻子。这东西2万块钱卖我都嫌贵呀。20万第1次，20万第2次，20万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。位置挺高的，可真是个冤大头啊！郑老板呢？郑老板才来呢？现在来了。郑老板，好久不见呢。我只不过是闲来无事，随便逛逛罢了。对了，今天的拍卖会到底有何蹊跷？实不相瞒，这次拍卖会的主办方有问题，我已经去找了。他们得到消息，人已经撤了。我跟治安局已经报案了。这么说，今天的拍品果真都是赝品？是的，这批赝品就连郑老板也是刚刚发现。小友，你是如何一早就知道的？运气而已，只不过有的人不听劝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个臭屌丝，你说谁呢？行，今天是买这假货了，老子认栽了。但是你又能好到哪儿去？不还是花20万买个破瓶子吗？破瓶子，亏得你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就这点眼力劲儿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司徒大师，可否请您帮我鉴定一下这只青花瓷？老子就不信了，大家拍的东西都是假的，它根本就是假的。不，它不是假的，它是唐代的瓷器。什么？这是唐代的青花瓷？至少2000万。什么？2000万？小友这青花瓷若有心出手，不如就卖给老夫。唐代的青花瓷，这市面上还从未出现过。老夫愿意再加200万，全当是与小友结个善缘。多谢钱老的抬爱，2000万确实不少，但还未到达我心目中的价位。这只青花瓷的价值远不止于此。小友是嫌老夫出价低了，这样吧，老夫再加100万，2300万买你这青花瓷。我说这青花瓷的价值不止2000万，就一定不止2000万。至于你们两个跳梁小丑，连真品和赝品都分不清，赔了几百万的蠢货也配跟我说话？蠢货？你说谁是蠢货？你别以为自己赚了点钱就在这儿装，区2000万，你顶多算是个暴发户。哼，说你们蠢，还真没有冤枉你。两个蠢货，看好了！爸爸，快醒醒！爸爸，快醒醒呀！可可，舒雅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可可刚确诊营养不良，你就跑到网吧打游戏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舒雅，你别碰我，以后你就跟着游戏过吧。哎，舒雅。2000年，我回来了，我真的回来了，重来了，真的重来了。当务之急是赚钱，给可可治疗贫血。国际原油快速上涨，期间2次大回调，个股涨停至9.25%。美股回暖，标准普尔500指数约上扬10%。道琼斯工业综合指数上涨近10%。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22%。有了这些信息，我这一世肯定比上一世发展的还快。可是启动资金，果然还在。麻痹戒指，上一世千辛万苦打团就是为了他。唉，当年不知道它的真实价值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至少亏了几百倍。可可，舒雅，我发誓再也不会重蹈覆辙，一定不会再让你们娘俩受苦了。
不要用你的年薪挑战我的零花钱。就是这里了，全服最高价，当年传奇游戏里最有名的称号，也可以说冤大头。干嘛呢？哎，你好，我是时区无线战行会的，我找8S 老板。找我们家老板干什么？卖装备。什么装备？我们家少爷可不要拨烂东西啊！麻痹戒指。哎，你妈逼！你全家妈逼！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说的是一个极品装备，叫麻痹戒指。什么麻痹戒指？我听都没听说过！滚！你没听过不代表没有啊！我们家少爷什么装备没见过，还麻痹戒指？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少来给我们家少爷套近乎！滚！不然老子对你不客气啊！滚！8S 老板，我来卖装备的，极品装备！老子让你滚，没听见是吗？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啊！还有我请你是不是？你刚说什么？麻痹戒指？这是好，这是好。你确定没跟我开玩笑？我怎么会跟行会的会长开玩笑呢？你是无限战的人？我靠，自家兄弟啊！兄弟，我们刚刚行会争攻杀呢。如果你这个戒指真是麻痹戒指，我要。价格方面，兄弟放心，全服最高价，亏待不了你。走，快！真有麻痹戒指。我靠！麻痹了！牛，太牛了！兄弟，开个价！郑少，我就不开价了，您直接说吧。别老郑少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跟我客气什么？以后叫我田耀。好，价，你这麻痹戒指我买了，5万怎么样？5万，嫌少啊！我再加钱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本打算卖3万的。3万？走亨达在山中的吗？你出的3万是杀熟价，你好意思说我都不好意思给。这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现金，这3000块钱你先拿着，晚点我把那4万7一块给你送过去，行不行？行，正好我家里有点事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我正好让司机送你，然后也让他认路。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舒雅，你带可可去哪儿？我们去哪儿不用你管，今后你爱怎么玩怎么玩，我不会再管你。舒雅，我真的没玩游戏，我是去挣钱了。金宇，这些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我真的没有骗你。你看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又跟谁借钱去了？我不管你跟谁借的钱，你现在立马还回去。咱家1年到头攒不下来3000块钱，这么多钱，利息都还不完。你误会了，舒雅，我把我的游戏账号卖了，这是卖号的钱。咱们家欠李婶儿、赵婶儿的钱我也还上了，这剩下的2000多，你拿着。你把游戏账号卖了？跟你们比起来，游戏账号一文不值。舒雅，我以后再也不打游戏了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。爸爸，抱抱。舒雅，求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。姐，在家吗？开门，我是周哲。到了，我姐家就在这儿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进去要钱！今天再还不上，小心你的手！姐，你在家吗？姐，开门呐！我周哲。阿哲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找我有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我不在这，我在哪儿？我还以为你早死在哪个网吧了呢。周哲，怎么跟姐夫说话呢？姐夫，他也配我叫他姐夫？周哲，你要再这么说话，你给我出去！你不上班吗？来这儿干嘛呀？别提了，欠了点钱，过来躲债。欠钱？你欠多少钱呢？
你好好上班怎么会欠钱呢？哎呀，别问了，赶紧给我拿2000块钱，要不然运气就要剁手了。2000？你怎么能欠那么多钱呢？你是不是又去炒股了？就别问了，烦死了，赶紧给我拿钱。周哲，你当我是银行啊？我没有那么多钱。没有？那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不管了，反正这钱你就得帮我还。可可，你先回屋里，等下爸爸带你出去玩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去吧。周哲，你自己欠的钱，凭什么让你姐替你还？我跟我姐说话，轮得上你这个废物插嘴吗？再说，她是我姐，就得替我还。2000，别废话，赶紧拿钱！你给我闭嘴！周哲，我说了，我没有钱。姐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今天要是再不还钱，他们真的就要砍我的手。秦宇，要不咱再借给他？借什么钱？害得咱妈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周哲，你也别装可怜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赶紧给我滚！我得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。妈的，秦宇，你这个只知道打游戏的废物，你装起来！没钱你也别掺和过。我说周哲，你他娘要个钱都要这么久，我告诉你，再还不上，所有人都给老子完蛋！我靠，等，这小子是我姐吗？她今天早上还有钱去网吧打游戏，她兜里一定有钱。周哲，你把高利贷的人带家里来。姐，我这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，你就帮我把钱赶紧还了吧。你简直不可理喻你！现在这是什么话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打到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再说了，我可是你亲弟弟呀，而且等我赚钱了，我又不是不还给你们啊。说得对，地债解偿，天经地义。小子，你就是周哲说的那个废物姐夫吧？我也不为难你，老老实实的把今天钱还上。我们哥俩今天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，不然的话，我说了，周哲欠的钱他自己，别说我现在没钱，就是有，我也1分钱都不会给。秦宇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样吧，小子，我看你媳妇儿长得挺标致的，只要让她陪我们哥俩玩玩，这笔账拖几天也无所谓，怎么样？什么？不可能！你再给我说一次！让你媳妇儿洗干净了等着我们，让她陪我们哥俩玩2天。你的账我可以考虑宽限2天，否则的话，让你知道拖欠我们青龙帮的账是什么下场。青龙帮，这不就是郑家的势力？你们是8S 的人，你怎么知道？喂，会长，你是不是有个叫青龙帮的组织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有2个不开眼的来我们家收高利贷。什么？哪来的小兔崽子，连我兄弟都敢惹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到，把电话给他们。喂，你们老大是谁？他妈的欺负到我兄弟头上了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等等，王哥、赵哥，我这个姐夫就是个只知道打游戏的废物，他这是什么8S 大佬？对呀，妈的，老子差点被你骗了。老子以前远远的见过8S，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声音。什么？小子，你他妈随便打个电话就敢装8S？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掏2000块钱，要么让你媳妇儿跟我们走，不然的话，我杀了你们3个！秦宇，都怪你这个废物，你得罪了王哥、赵哥，你想想办法呀！我说了，要钱1分没有。姐，我不想没手，我也不想没命。姐，要实在没钱的话，你就委屈一下吧。周哲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周哲，你连你姐都坑，你还是人吗？你这个废物闭嘴！你要是有钱，不就没这回事了吗？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，马上捡起来跟我道歉。我要是不呢？行了，秦宇，你个穷鬼，你装什么装啊？得罪了王哥、赵哥，给你10条命都不够你死的。秦宇，
要不给他吧。谁说我兄弟没钱的？不是要钱吗？够不够？不是要钱吗？够不够？够，这太够了，姐夫，你这是发大财了呀！你说你咋不早说？咱都是一家人嘛，你还藏着掖着的，你看我发不发财跟你有鸡毛关系？姐夫，咱一家人不说那两家话，以后有钱一起赚嘛，你说是吧，姐？好了，我兄弟的事解决了，现在该来解决一下我的事了。刚才是谁敢摔我电话呀？不好意思，你们认识我？他们俩是你青龙帮的人，肯定认识你啊。兄弟，对不住啊，这是我的原因，没管理好手底下的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我不想再听见他俩的声音了。不好意思，饶命！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兄弟，不然给我10个胆我也不敢。不好意思，饶命！我走。不好意思，饶命！不好意思，饶命！对了，兄弟，这货你想怎么办？哥，你这太客气了。秦宇是我姐夫，今天就是个意外。关键时刻连自己亲姐姐都可以出卖的蠢货，你也配叫我姐夫？滚！哎，秦宇，好歹我也叫你一声姐夫，哎，给我个面子，笑我别散！让我兄弟给你面子，我给你几个大嘴巴子，你要不要啊？秦宇，你别以为你赚了钱你就牛逼，你给我等着！放下！你给我等着！好了，兄弟，钱也送到了，我赶紧撤了。这么着急啊？坐会儿。没时间啊，最近股市大跌，我现在老头天天让我守在电脑面前，根本没法子。股票，你也知道那玩意儿？我懂一点。哎，好，这个感觉好。这样，跟我回家，帮我守着股市，让我上船时再爽几把。走。叔呀，床头柜放了一张银行卡，先把钱存起来啊。弟妹，我去借用小雨1天啊，你放心，晚上保证让他回来给你交公粮。拜拜。注意安全啊，你们。我靠，可以啊，小雨，股市让你小子玩这么溜，你都不知道，前段时间我自己瞎折腾，结果赔了10几万，让我家老爷子骂惨了我。前一阵子的股票，只要是个人进去都得赔钱，但是从今天下午4点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只要肯投钱，就一定会大赚。真的假的？你小子说的跟真事儿一样。怎么，你预见未来了？我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，如果我说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，你信不信？别扯淡，跟你说正事儿呢。放心吧，肯定会大赚。啊，对了，给，这卡里有20万，随便搞，赔了算我的，赚了咱俩分。哎呀，大了就是不一样，出手阔绰啊，佩服。别跟我整那阴阳怪气的，我不跟你吹牛逼了啊！我那沙城刚攻下来，我麻痹戒指还没爽够呢，自己折腾啊！我赶紧上号了啊！走了。看样子舒雅应该已经去过银行，把钱存在卡里了，再加上郑少的20万，那就是24万，够了。终于搞定了，道琼斯和纳斯达克今天会有很可观的涨幅，我这20万的本金翻上10倍是不成问题的。终于可以坐等收钱了。郑少，你在吗？哎呦，我可算见到您本人了，郑少，您真是年轻有为，英俊潇洒，相貌堂堂啊。姑娘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郑天耀。郑少，
你开什么玩笑呀？这是郑家别墅，除了您，还有谁可以在这儿办公呢？郑少，我们张家3000万的单子，你还没有签字呢，你为什么不签字呀？单子？什么单子？哎呦，你别逗我了！不是，小姐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不是郑天耀。郑少，你不签字，我的心里好慌啊！你不信啊？那你摸一下。姑娘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真的不是郑天耀。你这样有什么话起来说话好吗？我已经结婚了，你这样不合适。郑天耀在隔壁，你不信的话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你好坏呀，这么快就要把人家往房间里带呀？不过呢，我觉得要是在这里，会不会更有情调呀？郑少，宝贝儿。郑少，老爷让我告诉张雨欣，您这是？哎，你谁呀？你为什么会在郑少房间？他不就是郑少吗？谁告诉你他是郑少的？你看，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是郑少。你闭嘴！好你个废物！你居然敢冒充郑少占我的便宜！我看你是活够了！哎，你是谁？胆冒充郑少？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说不清楚，你就别想出这个门。我叫秦宇，是郑少的朋友，郑少让我帮他投资股票。你投资股票？你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，就你这个德行，让你投资，你会投资个屁！果然是个骗子，满口胡言。刚才是哪只手碰的本小姐？拿出来！我今天要不给你剁了，我就不姓张。不是，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们自己不信还怪我。闭嘴！你这个废物！我看你就是偷偷摸摸进来偷东西的，还郑少的朋友。郑少的朋友哪个不是达官显贵？你要是真是郑少的朋友，王经理会不认识你吗？就是，敢冒充郑少不成，现在冒充郑少的朋友。郑少的朋友我可都认识，你小子想蒙我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这张卡是郑天耀刚刚给我的，你既然是郑家的股票经纪人，这张卡你不会不认识吧？还说你不是小偷，偷偷摸摸溜进郑少的房间，居然还偷了他的卡！哼，现在的小偷可真是胆大，都偷到郑少头上去了。我看你是穷疯了吧？难怪郑少说他前阵子股票赔了10几个，有你这种废物蠢材给他出谋划策，想不赔都难。你他妈敢骂我？谁呀？吵什么吵？哟，郑少，您来的正好啊！您家进贼了。贼？哪儿呢？就他，就这个人，鬼鬼祟祟的，不光冒充您占张小姐便宜，还偷了您的卡。原来您才是郑少呀？也对，这个家伙穿一身破烂，怎么能跟您比呢？是虫是龙，一眼见分晓。你说谁呢？我说他呢，就是他，他刚才还占我便宜。郑少，你要替我做主哦。不是，你他妈又是谁啊？我呀，我是张雨欣呀。没听说过，别他妈跟我套近乎，离我远点。张少啊，这小子偷偷溜进来，绝对没安好心啊！他不光冒充您，被我揭发之后，他还嘴硬说是您的朋友，说是您请他过来做投资股票的。就这个废物，找个理由也不知道找个好点的，就这副穷酸样，哪个傻逼会找他做投资啊？对不对？你还敢笑？老子今天不打断你一条腿，老子就不信亡我！我他妈先抽死你！我郑少，你打我干嘛呀？打你！我他妈还踹你！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很聪明啊？小雨他妈是老子请来的啊！你告诉我谁傻逼？我傻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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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给我兄弟道歉！秦先生，对不起，给老子跪下道歉！是。哎，行了，他要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，不用为难他。算你想他妈走运，有没有事儿？没事滚！哎，好。哦，少爷，我这次来是奉老爷之命，说是跟您说一些内幕消息。什么内幕消息啊？老爷得到消息，说今儿有几只股票大跌，所以特意让我跑过来告诉您。股票大跌哪几只？大多是美股。美股没事儿，
我一般都不入市美股，美股持续下跌，谁冒那个风险买美股？没事，我买了。兄弟，兄弟，你真买美股了？你放心吧，美股不会再跌了，一定会涨回来的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这回真是看走眼了。我知道这股票起起伏伏，哪只股能起来都有可能，但这美股真的没有盼头，这回咱俩折了。哎呦，天耀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。哎，我说你不行吗？你还非要找个存在感。这下好了，这家赔了，你满意了吧？你也不打听现在美股是什么行情？这都跌了半年，这一次直接会跌到冰点。郑少，您可真是遇人不淑啊！这玩股市的人都知道，这美股的行情是非常差，只要买了就一定会赔。他可倒好，不是自己的钱，一点儿也不心疼。行了，你俩狗叫什么？谁允许你俩挖苦我兄弟？不就是20万，赔就赔了呗，有什么大不了？股市还没收盘，谁说一定会？兄弟，我知道你面子上挂不住，但是没事啊，不就是20万，有什么大不了？亏就亏了，这股票起起伏伏，赚了赔了都有可能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谁要敢再提，我他妈抽他！天耀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说能赚就一定能赚。兄弟，可是美股这……哎呀，你放心，我说它能涨，它就一定能涨。马上了，现在股市已经开盘，等4点之后，我买的那几只美股就会疯涨。装，接着装啊！这还能精确到几点？我做股票经纪人这么多年，也得到过一些内部消息啊，没有听说过还能这么精确的。就是，这可是美股，你以为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呀？你说涨就涨，说跌就跌。口说无凭，是涨是跌，一会儿见分晓。好，美股要是能涨，别说我给你跪下道歉。看见门口那辆车了吗？我送你都成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反悔。我倒要看看这已经废了的美股是如何起死回生的。天耀，坐等收钱吧。郑少，你别听他的，还收钱？就这股市啊！不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涨了，这居然真的涨了！我去，真涨了！快抛啊！别着急，你看还没有涨到最高点，我已经设置了最高点抛售，算上我投的4万，总共是24万，我们可以翻10倍。10倍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已经得到了内部消息，这几只股怎么可能涨啊？这股票涨不涨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哎，对了，王经理，咱们的赌约还算数吗？这别支支吾吾的，怎么想反悔啊？不敢。不过这股市才刚开始涨嘛，如果就涨那么一点点的话，王经理别着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天哪，居然又涨了！我靠，行啊，你小子，没想到你这么行，今天咱们可是大赚了一笔啊！我看我家那老头子还说不出我整天不务正业，只知道打游戏。行了，涨到这个地步已经差不多了，我已经把咱们的股票全都抛售，收益至少翻10倍。我靠，真翻了10倍！小雨，你他娘的是个人才啊！有了这笔钱，我就能堵住我家老头的嘴了，看他以后还拦不拦我打游戏。那个郑少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今天的事儿我会如实禀告老爷的。人可以走，车留下。答应了我兄弟的事就要办到，如果办不到，你就不用走了。怎么，想反悔？不愿意？我不敢。行了，赶紧滚吧。哦，对了，郑少，老爷还让我跟您说，明天有一场慈善拍卖会，让您务必参加。知道了，赶紧滚。哎，好。郑少，那我呢？你？你也滚啊！哼，你小子可以啊，还真有2下子。真的只是运气而已。哎，你这就谦虚了吧？
你跟外人谦虚谦虚就算了，你跟自家兄弟还藏着掖着的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说好的55分，咱就55分。刨出去你投的4万块钱，剩下200万，咱俩一人一半。剩下200万，咱俩一人一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跟我客气个屁呀！是啊，一会儿让管家把剩下钱打到你卡号里。哎，少豪，你陪我去沙城逛一圈呗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麻痹戒指怎么……郑少，今天不行，我老婆一个人在家呢，我得赶紧回去，回去太晚不太好。也是啊，回去太晚了，的确也不像话。对，哎，我送你呗。哎呀，不用。那王经理不是还给我留了车了吗？对，我忘了这事儿。等我一下啊。喂，老林，我给你个卡号，你往这个卡里打140万。对，现在。那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改天见。哎，你别改天了，你明天陪我去那个什么慈善拍卖晚会呗。我一个人去也无聊。不是，这慈善拍卖会我……哎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我去接你。得了，你走吧，不留你了。我这个沙城城主要去看守我的疆土了。行，明天见，拜拜，得嘞。我听说啊，今天有人来秦家要账了。哎，你看吧，我就说了，秦宇那小子整日里不务正业，哪像我儿子呀，年纪轻轻就进了工厂上班，这个月呀又涨了200块钱的工资了。哎呦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家孩子也在工厂上班，现在每个月还往家里拿钱呢。别看那个秦宇呀，平日里弄得人模狗样，这私底下是烟酒样样来，吃喝嫖赌一样不落。李婶赵婶，背后说别人坏话不好吧？哎呦，怎么着？这是你家男人做，还不让别人说呀？哎呀，我说舒雅呀，像这样的男人，你还维护他干什么？依我看啊，趁早离了算了。就是。哟，哎呦，这是谁呀？秦宇，你哪来的车啊？朋友送的。什么朋友能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？也不完全是送的，这样说起来，是我自己赚的。自己赚的？哎呦，这车好呀，这车！哎呦，这车不便宜吧？得10几万吧？哎呀，小雨，你这是发财了！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打小就看小雨这孩子有出息。小雨呀，你这是在外面找到什么门路了？赚了不少钱了吧？嗨，没多少，几百万吧。几百万啊！我的天哪，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呢！小雨呀，你看我家那个你表弟，他到现在还在那个工厂上班，1个月才赚几百块钱。你看看，要不让他跟着你干，你给安排一份工作行不行？哎呀，小雨啊，我家那儿子也在厂里呢，要不你也给安排个工作呗？婶婶啊，我们家秦宇私下烟酒全来，跟我们家秦宇在一起，不怕带坏你们儿子啊？我看这工作的事儿还是算了吧。啊，走。哎呀，不是，怎么了？他们又说难听的话了？这些邻里乡亲就是见不得人好。你跟他们计较什么呀？你看我给你拿了什么？这是……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已经很久了，但是一直没舍得买。不过现在我有钱了，补偿给你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哎，别了，这个挺贵的，得好几百吧。你才刚赚钱，不能乱花钱，日子要慢慢过的。你想啊，我们还要买房子，可还要上幼儿园，家里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那都是花钱的地方。舒雅，咱们现在生活不用那么拮据了，我已经有钱了。你看，这张卡里有140万，拿着。100多万？对，这是我今天赚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和可可过上好日子。你今天干嘛去了？能赚这么多钱？这是我帮郑少炒股赚的钱，你放心，这些钱都来路很正，没有任何一分钱是投机倒把来的。不行，这钱你拿着吧。你们男人在外面，身上怎么能没钱呢？再说了，你现在是跟着郑少赚钱，身上这些行头也该换换了。现在的人啊，都是以貌取人，我不想在外面被人瞧不起。行啦，累了一天，去休息休息。你是还没吃饭吧？我去做饭啊。哎，放心吧，舒雅，这只是刚刚开始，以后我会挣得比现在多100倍、1000倍。嗨，
我爱天佑，四兄弟就来看我了。他可真爱演呀！不扯了，上车，拍卖会要开始了。找妈妈。来吧。水啊，那我先过去了。早点回家。好。爸爸再见。叔叔到时候给你带礼物啊，保证你喜欢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慢点儿。小雨，你先进去等我会儿，我去停车。好。雅可游戏公司市值破万亿，超过旋腾科技和米淘科技。雅可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是什么？所以啊，可可，这一世我要带你们一起再次站上巅峰。来，宁小姐，您慢点。哎，让开！你没长眼睛吗？没看到宁大小姐过来了，还不让路？赶紧滚开！好狗还不等道。这是大家的路，凭什么他能走，我不能走？你什么档次？跟宁大小姐比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什么德行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说话用你管？你在教老子做事？赶紧吧，我可不想在这种穷屌丝身上浪费时间。你说谁屌丝？当然说你了，这里没有其他人。看你这一身地摊货的穿搭，应该是去傍富婆的吧？就你个穷屌丝儿，还想混进慈善拍卖会？真拿老子这个保安队长当摆设呀！今天你若是能踏进这门半步，老子跪下来钻你裤裆！行了，别跟他废话，赶紧带路吧。我今天来呀，是和郑家谈生意，要是因为你耽误了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听到没有？宁小姐要去和郑家谈生意了，赶快远点，别在这碍老子的眼！看我兄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穿的人模狗样子，你算哪根葱啊？看来我们郑少的脸面不太好用啊！妈的，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是别人请我进去，第一次被人拦在门外啊！快别吹牛逼了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！我告诉你，这位才是真正的大人物，看见没？江城宁家宁大小姐，你们两个臭屌丝算什么东西啊？哼！宁家，很厉害吗？果然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臭屌丝。宁家不厉害，难道你厉害？啊、我告诉你，在江城只有郑家能压宁家一头。哦，厉害，厉害！宁小姐马上就要去和郑家谈生意了。你个臭屌丝，你知道郑家是什么实力吗？行了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我要赶紧去谈生意。要是因为你们耽误了，我要你们好看。这边请。等等，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把我们兄弟俩拦在门外，又出言侮辱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哟呵，你他妈还没完了是吧？赶紧跟老子滚，不然老子打断你俩的腿！你他妈犯不上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两个臭屌丝！来，宁小姐这边请，您身份尊贵，可以走会员等等。妈的，小爷这辈子我就没受过这气！小姨，你别拦着我，今天我不把他俩打的连他俩妈都不认识，我他妈就不姓郑！哎，行了，跟这种人动手要面子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呀。那宁大小姐不是说了吗？她要跟郑家合作，到时候还不得任你拿捏？对啊，走吧。大少爷，您终于来了，老爷让您过去一趟。等会儿再说。老爷让您现在就过去。有急事儿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行了，你先过去吧，我自己转转。行，那我先去一趟，在这等我。本台消息：东城慈善拍卖会惊现史上最强反转，数件拍卖品被鉴定为赝品，一件元代青花瓷却价值上亿。没错，应该就是这场慈善拍卖会了。我记得上一世的报道，
这场慈善拍卖会的主办方携款牵头，难怪会有这么多的赝品。请大家安静，依序入座。今晚慈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这位小友看着面生，可是初到东城。老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我就是东城人，只不过平时很少到这种地方来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承蒙各位今天的莅临，今天的慈善拍卖正式开始。第一件拍卖品为汉代铜镜，起拍价300万、320万、360万、370万、400万。老先生，今天拍卖会的东西最好别拍。小友何出此言呢？今天的拍卖会水太深，而且主办方不安好心，谁拍谁吃亏。小友的意思是，这东西是赝品。不知小友这话可有什么根据？倒也没有什么根据。若老先生您信我的话，就不要拍；如果您不信我，那我也没有什么。这位先生，你说的未免太绝对了。小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孙子，刚从国外回来，他主修的就是文物修复啊，所以他在鉴宝这一行还是有些眼力的啊。你刚才说这里的东西全都是赝品，可有什么根据？确实也没什么根据，只是我跟老先生比较投缘，提醒一下罢了。哟，臭屌丝，还真让你给混进来了。又是，我奉劝你嘴巴干净一点。哼，怎么，我说到你痛处了？花姐，你认识他？谈不上认识吧，他就是一个穷屌丝。刚才没有邀请函被拦在外面，没想到还真混进来了。钱老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钱老来之前怎么没和我们提前说一声啊？我好亲自去接待您呢。你是？是我，嘉浩，我爸是陈山。原来是陈家的小子。陈少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江省首富钱老，我们家呀和钱老爷子可是有着合作的。原来是首富钱老呀，幸会幸会。你小子后边站着去，钱老身边的位子也是你坐的。你这个穷屌丝也配跟钱老坐在一块儿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要是不呢？敢跟老子说不，活腻味了吧？算了算了，一个位子而已，年轻人火气别那么大，坐，都坐。哼。小友，你刚才所说的可是真的？若钱老信我，我便还是那句话，今天的拍卖品最好别碰。看来小友很是自信呢。今天这场拍卖会，若偶尔出现1、2件赝品，还有可能。毕竟谁都备不住有走眼的时候。可要说全都是赝品，我想主办方还没那么大的胆子。小友，只怕是你看走眼了呀。你是说这铜镜是假的，还是说这儿所有的东西全都是假的？今天的拍卖品大部分都是假的，这铜镜也不例外。你说的太绝对了，今天不可能有这么多赝品。就是啊，这个穷屌丝完全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在座的各位，哪个不比你有见识？要真有那么多赝品，难道会没有人发现？要我说呀，这小子根本就是在哗众取宠。既然你们不信，那你们就拍吧。拍就拍，老子就不信了。品相这么正的东西，它能是赝品？我出500万。这么khó说呀？这位先生出价500万，还有更高的价格吗？500万第一次，500万第二次，500万第三次。好，成交。哎呦，这个价格挺高呀。出价，我是出不起了。你买高了，没有那么多。别怂恿我。秦少，您辛苦，帮忙瞧瞧这东西是真是假。钱少，怎么样啊？品相很好，不是赝品，500万不亏，甚至还有赚。我就知道这个穷屌丝在这胡言乱语，
我劝你说话注意点，小心等会儿被主办方给赶出去。你开心就好。这个铜镜的做旧工艺十分高超，但是再怎么高超，也掩盖不了它是赝品的真相。它的价值不会超过5万。你是在质疑我？古玩圈的水很深，有很多骗局，往往不是对外行，而是对你们这些非常自信的内行人。经验是会骗人的，我已经说了，信不信由你们。装，你就接着装，你一个臭屌丝，还以为自己是大师啊？第2件拍品为宋代白玉楼雕离龙纹环，起拍价500万。550万，580万，600万。阿后，这龙纹环你可看得出真假吗？这种龙纹环市面上流通不多，造假成本高，应该是真的。小友，你怎么看？这龙纹环跟那个铜镜一样，赝品。说大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钱少都说这东西保真，你居然还敢说是假的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你的眼力比钱少还要高了？有些人不知道天高地厚，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装。既然不相信我，那你们就继续拍吧。拍就拍，你以为老娘会上你的当？650万！天哪，这也太高了！这位女士出价650万，还有更高的价格吗？650万第1次，650万第2次，650万第3次，成交。哎呦，这个宝贝儿啊，一看就是老物件，你还说它是假的，真是没眼光。你开心就好，等下别哭。哥们儿，你还装呢？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3件拍卖品元代青花瓷。这件青花瓷由于没有经过鉴定，所以没有拍卖价，大家可以亲自上前来鉴定，并给出价格。就是它了。哎呀，这个纹路不太对呀。我看着这个颜色，阿浩，你也去看看吧。元代的青花瓷可不常见，如果是真的，咱们就把它拍下来。钱少都上去鉴宝了，你这位鉴宝大师不上去看看？这个穷屌丝，就算去看，又能看出什么来？哗众取宠吧。小友，这青花瓷你怎么看？今天的拍卖品也就这青花瓷值得一拍。小友的意思是，这青花瓷是一件真品。哟，终于遇见真的了，我还以为你看的所有宝贝都是假的呢。这应该是个仿品啊！是，仿品无疑，仿品假的。怎么样？品相还好，可惜是赝品。在场的很多鉴宝师都鉴定为赝品。你看看，我就说吧，这小子完全就是胡诌。哎，别人说是真的，他偏偏说是假的；别人鉴定为假的，他又说是真的。可不是嘛，钱老、钱少，这个穷屌丝啊，完全就是信口开河，胡说八道。小友，你说这青花瓷是真品，可有什么根据？倒没什么根据，但我敢肯定，它就是真的。这件青花瓷，我出20万。这件青花瓷，我出20万。这青花瓷瓶不是已经鉴定为假了吗？连主办方都没给出底价，显然是知道了青花瓷的真伪。这眼看就要流拍了，居然还有冤大头出价，说你是穷屌丝，还真没冤枉你。一件没人要的赝品，你都当成是个宝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像他这种穷屌丝呀，也就只有这点眼光了。小友，这青花瓷已被多位鉴宝师鉴定为赝品，这种东西不值这个价呀。千金难买心头好，我对这件青花瓷倒很有眼缘。钱老就莫也再劝我了。这位先生出价2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一个赝品，谁叫价谁是傻子。这东西2万块钱卖我都嫌贵呀。别说2万块了，白送给我都不要。20万第1次，20万第2次，20万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。可真是个冤大头啊！20万买了一件假货，等会儿看你怎么哭。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。
你个臭屌丝，你很自信啊！花20万买了件假货，你很骄傲？估计呀，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强撑着嘴硬。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的第4件拍卖品。等一下，这是抱歉啊，各位，先不要再继续拍了，拍卖会暂停一下。你怎么混进来的？主办方呢？怎么什么人都能放进来啊？你谁呀？你说暂停就暂停啊？我现在没空搭理你们两个，识相的赶紧给我滚！脾气还不小，敢让本少滚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怎么了？这场拍卖会有点不对劲，今天拍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。我家老头子让我赶紧过来叫停拍卖会。拍卖品都是假的，不能吧？这种拍卖会啊，偶然有疏漏也属正常，但要说都是假的，一定不可能。真是信口开河！我看你根本就是来闹事的。就是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，你个穷屌丝，你说了算吗？我说了不算。好，放心，有人说了算。郑家家主到。是郑老板，郑老板今天也来了。这下有好戏看喽！等等，你看郑老板身边那个人是不是我华国首席鉴宝大师？郑老板呢？郑老板还来呢？真的来了。郑老板，好久不见呢。钱老，您过来也不说一声，我好亲自去接您呢。没那个必要，我只不过是闲来无事，随便逛逛罢了。对了，今天的拍卖会到底有何蹊跷？实不相瞒，这次拍卖会的主办方有问题，我已经去找了，他们得到消息，人已经撤了。我跟治安局已经报案了。这么说，今天的拍品果真都是赝品啊！是的，怎么可能是赝品？什么？主办方跑路了？就是啊，这是赝品。幸亏我什么都没拍，要不然真是亏大了。真没想到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这批赝品的制作工艺确实非常高超，一般的鉴定师根本看不出来。哈哈，不错，就连老夫也差点看走眼了。这批赝品的确到了足以以假乱真的地步。假的？都是假的？啊？不会吧？会不会是弄错了？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哼，弄错？老夫在鉴宝行业足足40年，放眼整个华国，单论鉴宝能力，老夫如果说第2，没人敢说第1。这批赝品就连郑老板也是刚刚发现。小友，你是如何一早就知道的？运气而已，只不过有的人不听劝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个臭屌丝，你说谁呢？行，今天是买这假货了，老子认栽了。但是你又能好到哪儿去？不还是花20万买个破瓶子吗？破瓶子，亏得你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就这点眼力劲儿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不会还以为你那个青花瓷是真的吧？今天的所有牌品可都是假的，你还以为你那个青花瓷会是真的？你少做梦了！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司徒大师，可否请您帮我鉴定一下这只青花瓷？老子就不信了，大家拍的东西都是假的，偏偏你这个是真的。就是，我们拍下来的东西就算是赝品，那也是赝品中的 A 货，不像是你这个青花瓷，光看品相就一眼假。这一眼假的东西，别说20万，连20块都不值吧？这青花瓷不是元代的。我就说吧，这东西它根本就是假的。不，它不是假的，它是唐代的瓷器。什么？这是唐代的青花瓷？不可能吧？这青花瓷的品相这么差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你要不再仔细看看？错不了，绝对错不了。这青花瓷的品相之所以有瑕疵，是因为青花瓷是从唐代初期才刚刚开始盛行，那个时候的青花瓷还没有元代那么完美。你可以啊，这都能让你捡到漏，你发财了。大师，那这唐代的青花瓷它到底值多少钱？至少2000万。什么？2000万？兄弟，你发财了！
不就是2000万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没想到居然被你这个穷屌丝捡了漏。小友，还是你眼光独到啊！这20万变成了2000万，足足翻了100倍啊！小友这青花瓷若有心出手，不如就卖给老夫。唐代的青花瓷，这市面上还从未出现过。老夫愿意再加200万，全当是与小友结个善缘。多谢钱老的抬爱，2000万确实不少，但还未到达我心目中的价位。这只青花瓷的价值远不止于此。小友是嫌老夫出价低了，这样吧，老夫再加100万，2300万买你这青花瓷。小友，唐代青花瓷虽然稀有，但是钱老给的价钱已经很高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年轻人要懂得见好就收啊！兄弟，钱老给的价格已经算是最高了，差不多得了。你小子是没借过钱吧？2000多万，你这种人2辈子都花不完。就是，2000万你还嫌少？瞧你一脸暴发户的模样，真是丢人。我说这青花瓷的价值不值2000万，就一定不值2000万。至于你们两个跳梁小丑，连真品和赝品都分不清，赔了几百万的蠢货也配跟我说话？蠢货？你说谁是蠢货？你别以为自己赚了点钱就在这儿装，区2000万，你顶多算是个暴发户。哼，说你们蠢，还真没有冤枉你。2个蠢货，看好了！哎，兄弟，不！兄弟，你2000多万，你疯了吧你？小友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活该！你这种穷屌丝啊，就该穷一辈子。像你这种人，到手的富贵你都接不住。你这种贫贱命，难怪你祖上3代都贫穷到现在。这唐代青花瓷本就不多，小友，你将其摔碎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这青花瓷的价值固然高，但是和里面的东西相比，就不值一提了。这是，小友，可将此物给老夫长长眼？当然可以。天哪，这是战国时期的阴阳玉啊！什么？玉？这战国时期的玉，那它值多少钱？这块阴阳玉价值至少8000万。8000万，而且是有价无市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青花瓷里面怎么会有战国时期的玉佩？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假的！老夫从事鉴宝行业40多年，从未打过眼。这战国时期的古董，老夫见的也不少。这块玉绝对不是赝品。小友，你今天真是捡了个大漏啊！兄弟，你这次才算发大财了。没想到啊，这青花瓷之中竟然还藏着此等宝物。小友，你这块玉可打算出手？若打算出手，老夫愿出1个亿的价格买下你这战国阴阳玉。我去，1个亿！若钱老对此物有眼缘，当然可以。这块战国阴阳玉的价值也许不止1个亿，只不过除了钱老，恐怕没有人能够再出这样的价格了。权当与钱老结个善缘。算你走了狗屎运。不过就你这副穷酸样，就算给你1个亿，你也留不住钱。你他妈没完了！刚才就一直狗叫半天，真当小爷我他妈没脾气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骂我？好大的口气！教训我郑宽的儿子，还轮不到你。你是郑老板的儿子，你是郑少啊？哟，怎么郑少了？我又不是穷屌丝了。哎呀，郑少，误会，全都是误会啊！陈少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就是一个穷屌丝，连邀请函都没有，被拦在门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混进来的。
闭嘴！还当着我的面骂郑少，你活腻歪了吧你？陈少，你为什么打我？老子打你都算轻的。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郑少，郑天耀。他真的是郑少？他难道不是郑少？难道我是啊？你瞎了？没看到郑老板在这儿啊？郑少，我不知道是您，对不起啊。不用道歉啊，我就是一个穷屌丝，我受不起宁大小姐的道歉。郑老板，我是来和郑家谈合作的，您就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，您原谅我吧。和宁氏合作，我全权交给我儿子了。你们小辈之间的事，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吧。郑老板，这次合作对我们宁家来说真的很重要。钱老好不容易来东城一次，今天我做东，我名下有一家茶馆，咱们去坐坐。恭敬不如从命，钱老请。阿后，你留在这儿，等下给秦小友写一张支票。钱老请。郑少，对不起啊，都怪我有眼无珠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是有意的。你他妈有眼无珠，跟我有毛关系啊？现在知道道歉了？你要道歉的话，不是应该跟我，你应该跟我兄弟道歉。怎么就因为我是郑天耀，你就跟我道歉？我兄弟他不是郑天耀，你就不道歉吗？我看你不是有眼无珠，你是他妈狗眼看人低。怎么为人处事还有两副面孔呢？啊！秦先生，我求求你原谅我这次吧，原谅我吧。哎，跟你们宁家合作的又不是我这个穷屌丝帮不了你。郑先生，我们宁家真的很需要这次合作的机会啊！跟你合作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你都快把我家祖坟骂冒烟了，我还要跟你合作？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可是我这。郑少，秦先生，刚才真的都是误会。不过你什么你？你也滚！不服气？服，我滚！妈的，给老子等着！老子迟早让你们家破产！秦先生，这张支票您收好，我们钱家的支票都是私人定制的，在国内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随意支取。那就麻烦钱先生了。倒没造成什么麻烦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这也算是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先前都有得罪，还请秦先生不要计较。钱先生您过奖了，都是运气罢了。那就请钱先生代我向钱老问个好。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走吧。可以啊，兄弟。前2天你还是穷小子呢，转眼间变亿万富翁了。兄弟，以后还要靠你罩着了。以郑少在东城的影响力，还需要我罩着你？开门！谁呀，这么早？我知道你们在里边，开门！我去开门。不用了，我去吧。哎，你。看来我儿子说的没错，赚了点钱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？不是这意思，你妹没提前说一声，我这家里啥也没准备啊。不用准备什么，我没打算在你这吃饭。我今天找你有点事儿，咱屋里说吧。哦。妈，你们先坐，我给你们沏茶。不用麻烦了。我今天带小哲来，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找我商量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前段时间啊，小哲谈了个对象，眼下正筹备结婚呢。结婚？这是好事儿啊。只是小哲结婚啊，没有婚房，乡下的老房子，人家姑娘看不上。我看你们这房子就挺不错的，是吧？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吗？你跟秦宇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孩子都有了，住哪儿不是住啊？过几天你和秦宇搬出去住，这房子呀就留给你弟结婚用了，正好啊，也能省一笔买房子钱。哦，对了，
你要是有钱呢，再给小哲拿10万块钱，人家姑娘彩礼才要5万，剩下的5万把这套房子再装修装修。你们这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！房子给你们，我们住哪儿啊？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可是你长辈。再说了，你和秦宇搬出去租房子住，不也是一样吗？怎么着，你们一家人离了这房子就活不了了？妈，你这话也太让人稀罕了。怎么，小哲是你儿子，我就不是你女儿了吗？你懂什么？常言说养儿防老，你呢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我这辈子还能图你啥？这几年啊，你管过家里吗？你弟弟结婚跟你要套房子，你还不乐意，我真是白养你这么大了。妈，你说这话你良心不会痛吗？这几年我哪个月没往家里拿钱？哼，你打那点钱够干啥的？是够你弟弟买房子，还是能帮你弟弟付彩礼钱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商量的，这套房子你说什么也得给你弟弟，要不然我就不走了。这房子是我的，我不给，你们谁也别想拿走，请跟我出去。哟，这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不就是赚了几万块钱吗？装什么大款？对了，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别在这装穷。我儿子跟我说了，亲眼看到有人给送来几万块钱，所以这个钱呀，也得分我一点儿。你要是真拿不出10万，5万也行，反正这个钱你必须得出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岳母，你媳妇儿是我的女儿。真是笑话！我现在是有钱，别说10万，就是100万、1000万我都有，但是给你们用，不可能。呦，他还真的赚到钱了，这说话的口气都硬起来了，还100万、1000万，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时那个人给你送钱，就送了4万多块钱，还100万，你装什么大款呢？反正还是那句话，今天这房子你必须交出来，否则啊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姐，你们就出去租房子住吧。小倩说了，我要是没房子，这婚就结不了，大不了我以后赚钱再还你一份一套嘛。就是，这件事我爸知道了。妈都发话了，爸能不同意吗？姐，你就帮个忙，这房子我们谁都不会给，请你们出去。这句话我不会说第3遍。怎么，我不出去你还想打我呀？哼，这是我家，我可以告你们私闯民宅。你还想告我们？你有这个胆子吧？你就是个只知道玩游戏的废物。那你可以试试，我到底敢不敢？哟，可真出息了呀！还要告我，也不知道当初是谁在我家死缠烂打，非要娶我女儿。现在娶到了，就换一副嘴脸啦。您这是什么话？我跟舒雅那是明媒正娶，而且当初你们家要的东西，我一样不落的给了你们。现在舒雅嫁到我们家，就是我们秦家的人，你们要想欺负她，先问我同不同意。秦宇，舒雅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看谁敢欺负你。哼！谁敢欺负我弟妹啊？敢欺负我弟妹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还这么大？办事赶早不赶晚。再说了，把你的事早办完我也省心啊。收好了啊，1个亿，1分不少，都在里面了。行了，兄弟之间说什么谢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这小舅子又来要钱了？这老登是谁？岳母啊？原来是岳母大人，对不起，口无遮拦了。伯母您好，我叫郑天耀。哪来的二流子，还想跟我套近乎？我就知道秦宇交的都是狐朋狗友，什么玩意儿？妈，您怎么说话呢？您骂我也就算了，我今天是长辈，
这要是我朋友，您这么说可就不合适了。你在教我做事儿吗？我看你这个朋友啊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哼，跟你啊一个德行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哎，我说这位大娘，我见你是小雨的岳母，我才会跟你握手。你以为谁都有这个面子吗？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刚才听你说什么卡，什么1个亿，怎么着吓唬我呀？还1个亿？吹牛不用上税，你们就可劲儿吹呗。你们知道1个亿是多少钱吗？我女朋友在银行上班，都没见过那么多钱。你们倒张口就来呀！我有没有1个亿用不着你操心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有1个亿、10个亿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真庄稼。秦宇，你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？就你这样的，能有1个亿？你要是有1个亿，老子就是世界首富！哎，怎么跟我兄弟说话呢？哎，老子怎么说话用你管？哎呀，我可算追上您了，郑少。哎，郑少，哎，李经理，你怎么来了？周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李经理，能在这儿碰到你实在太巧了，我是来收房子的。收房子？这是你的房子啊？现在还不是，不过马上就是我的。哎，正好你来了，帮我看看这个房子，如果抵押贷款的话，值多少钱？哎呀，这房子的话，估价得……他们让你估你就估啊！谁病犯了？这房子是我兄弟的，你们银行不想活了？你敢打李经理？你这个臭屌丝，你找死啊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啊！敢骂郑少，我看你他妈才找死呢！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他打的你，我是帮你出头啊！老子他妈用你帮我出头？人郑少打我，那是我的荣幸。你小子行啊，能成事，能成大事啊！都靠郑少指点，都靠郑少指点。李经理，你对他这么客气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就是个臭屌丝，不是什么大人物。认错人？老子就是把我爹认错，也不可能认错郑少。你小子是不是不知道郑少是谁？东城首富郑欢，你知道吗？这位就是郑欢的公子。骂郑少是屌丝，我看你全家都是屌丝。东城首富。差不多得了，这是我兄弟小舅子，多少给点面子。我有给面子，我没这种小舅子。哎，对了，你匆匆忙忙的来这干什么？您说这事儿啊，都怪手下办事不力。您今天不是在我们银行取了1个亿吗？您这样的大客户了，也没点表示。这张是我们银行的黑曜石卡，额度3000万。3000万？你给错人了，虽然是我取的钱，但是钱是我兄弟，这里面1个亿都是我兄弟。1个亿？秦宇，你真的赚了1个亿啊？你有1个亿？你真的有1个亿？你哪来的钱啊？我哪来的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秦少，先前啊是小的眼拙，没想到这1个亿是您的资产。这是本行的一点心意，请您务必一定要收下。这张卡里边银行额度3000万，不仅如此，您凭借此卡在我们银行可以进行无抵押贷款，额度8000万。不是我说你们啊，就你这3000万额度的卡，也好意思拿出来？小远，咱不要啊，那回去换一换，最起码也得5000万额度的。还有那什么狗屁贷款，我兄弟真需要钱，需要找你们银行吗？不，小李子，你这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啊！抱歉，秦少，郑少，我现在就回去换，赶紧，别磨叽。那我走了啊。秦宇，你没骗我吧？你真的赚了1个亿呀！本来昨天晚上就想告诉你的，但是怕你不信，就想等着天耀过来再跟你说。弟妹，你可不知道，昨天小雨在拍卖会上那可是出尽了风头啊！舒雅，我答应过你，要让你和可可过上最幸福的日子。可可上幼儿园的事情，也是天耀帮着解决的。咱们这就去幼儿园附近买套房。不过秦宇，你得答应我，千万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。就算咱们家再穷，也不能收那些不义之财，知道吗？弟妹，你就放心吧，小雨赚的这些钱啊，那都是正规渠道赚来的，肯定没有投机倒把一说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啊，对了，还要谢谢郑少帮助可可找幼儿园。嗨，多大点事儿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还有啊，别老郑少，就跟小雨一样，叫我天耀。谢谢耀哥。哎呦，我的好女婿啊！你现在做什么生意，赚这么多钱呀？是姐夫，你能不能带我一起看？你现在知道叫我女婿了，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哎呦，我瞧你这话说的，那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这一家人哪能说两家话呀？我跟你们可不是一家人。舒雅虽然是你们的女儿，但她嫁到我们秦家，就是我们秦家的人。姐夫，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。再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姐夫，咱们怎么不是一家人了？刚才是谁说的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才多久？忘了？哎呦，我的好女婿啊，妈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都是妈不对。哎呀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你看小哲都老大不小了，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了，我这当妈的不是着急吗？是啊，姐夫，我就小倩这么一个女朋友，要是因为房子分手了，我可该怎么办呢？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们家的事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还有，天耀来之前，你们对我可不是这个态度。说白了，你们认的压根就不是我这个人，而是我的钱。别怪我不给你们留情面，是你们先不留情面。舒雅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但有些事情不能忍让。你越是忍让，有些人就越是得寸进尺。这房子是我跟舒雅的婚房，别说我现在有钱，就算我穷到要饭，我也不可能卖这套房子的。还有周哲，你结婚的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你上次欠的那2000块钱还是我帮你还的。舒雅这几年每个月都会往你们家里寄钱，所以我们不欠你们什么。现在你们给我出去！舒雅，你们就这么狠心吗？舒雅呀，从小啊，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呀。你和秦宇结婚，我和你爸没说一个不字吧？现在秦宇发达了，他就翻脸不认人了。我知道爸刚才提的条件是有点过分，但妈是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你弟弟呀！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哪能偏心呀？虽说我给你要了一套房子，我和你爸还能活几年呀？这乡下那套老房子我都是留给你的，虽然你不去住，但是出手了，这不是一笔钱吗？闺女啊，你说是吗？妈，这个房子是秦宇名下的，我做不了主。而且秦宇说的对，这是我们的婚房，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卖。至于那钱也是秦宇挣来的，我没有资格去动那笔钱，所以请原谅我，没有办法帮小哲。但是在银行我有3000块钱的死期存款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取出来。哎，我说这弟妹可以啊，这三观，这家庭观念，跟你这丈母娘一比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那当然，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媳妇。上辈子我亏欠你们太多，这一世我一定要补偿。哎，神神叨叨嘀咕什么呢？话说回来啊，这是你亲丈母娘，你亲小舅子，你当真不管怎么了？我说那些话就是为了给他们听的，只要他们别撕破脸，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而且装可怜，我看在舒雅的面子上，也不可能不管的。说白了，
帮与不帮，不在我，而在他们。了解。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，钱和房子都是秦宇的。虽然我是他的妻子，但是这些钱都是他自己靠本事赚来的。我不想，也不能逼他帮你们。对不起。妈，算了，我们不求人家了，人家现在是有钱人了，瞧不上咱们这些穷亲戚。好啊，周舒雅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么给钱，要么房产证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我就去告你们。你说什么？别以为我吓唬你，今天我把这话放这儿。你虽然嫁人了，但是我们没有断绝母女关系，你必须赡养我，赡养费你总得出吧？哼！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坏到骨子里的人是不值得被同情的。别以为有钱了老娘就怕你！今天啊，该出的钱1分都不能少。对，1分都不能少。该出？什么叫该出的钱？就算你想要那个什么赡养费，也应该周哲先付。他身为儿子，是你们周家的第1继承人。舒雅已经嫁到我们家了，就算要付赡养费，也是周哲先付一半之后再付。既然你想要赡养费，可以先让周哲付一半，剩下的一半我替舒雅付了。你怎么没话说？而且根据法律规定，赡养费是子女每个月收入的20%。现在舒雅每个月的收入是500块钱，20%就是100块。也就是说，舒雅每个月只要付你们100块，就算尽到赡养义务。你这欺负人！对，你就是仗着自己有钱，欺负我们这些老实人。老实人，你们也配？我数到3，立马给我滚蛋，不然我就报警，告你们私闯民宅。你妈，先走吧。你等着，这事没完。走吧，欺负我贱的人！你等着，这事我饶不了你。你等着，妈妈，饶不了你。可以啊，你小子，没想到懂这么多呀！懂什么？都是编的，瞎编的，不能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耀哥，让您见笑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理解理解。哎，兄弟，钱我也送到了，我这还有事儿，我去忙了。这么着急走，你留下来吃个饭呗。我这真不是客套，我真的忙啊！家里最近接了一个大生意，我连传世都好几天没上了，你说我忙不忙？这么说，是挺忙的哈。得了，不扯了，先撤了啊，慢走，拜拜。秦宇，舒雅，要是你实在不忍心，我还是会帮他们的。纵使岳母有百般的不对，但她也是生你养你的母亲。作为你的老公，我首先要保证你不受委屈，其次不会让你太难做。好了，去收拾些，我们去买房子去。买房子？对呀，咱这房子住太久了，地理位置也不好，而且每天晚上特别吵。你跟可可不总是休息不太好吗？再说了，可可现在也读幼儿园了，在学校附近买一个房子也方便上下学。学校附近？对啊。可是可可去的是贵族学校，那周围的房价肯定很贵啊。你看我现在像是缺钱的人吗？哎呀，你不缺钱的钱也要花在刀刃上啊，不能乱花钱，那都是你的血汗钱。买房子还不算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吗？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不是我们做父母应该做的吗？好吧，那我换个衣服，等我一下。快去吧。秦宇，你不是说要买房子吗？这不是别墅区吗？别墅也是房子。这房子一看就很贵，算了吧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我今天也不光是来买房子，还打算在这里再赚点钱。赚钱？你在这儿赚钱？你要来这上班啊？你说错了，我不是要来这里上班，而是让他们给我上班。二位上午好，请问是来看房的吗？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没关系，两位这边请。走。两位需要什么样的户型？
之前有了解过吗？大概需要多大的空间呢？最小的，给我们看最小的就行了。这位太太，我们这边的1户型是我们这边最小的户型，很适合你们这样的新婚夫妻住的。你误会了，我们都结婚很多年了。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上幼儿园了。是这样吗？那2位真的是格外年轻了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年轻有为啊。这样吧，你把你们这里最大的户型给我介绍一下。没事。先生，我们这边最大的户型在价格上，价格你不用考虑，来录吧。好的，这边请。是啊，你看，走吧。周舒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不是你的班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张主管，我今天串休了。串休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跟李经理说了，您不在场子，我就没跟您说。我跟没跟你说过，只要是厂子里的事情，就必须要跟我说。哎呀，你这次串休没经过我的同意，今天算你旷工。张主管，我有假条的。我说了，没有我的批准，谁给你的假都不好使。把东西给我捡起来。你谁呀？我是周舒雅的老公，把东西捡起来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废物啊！我让你把东西捡起来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让他把东西给捡起来。你个废物，你还装起来了？真以为穿的人模狗样的就能把我给吓唬住了？谁不知道你就是个好吃懒做的废物？听说你还偷家里的钱去黑网吧打游戏，你这辈子啊就这么点出息了。真想给自己的女人出头，哼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他就是你常说的那个让自己老婆出去打工赚钱，自己宅在家打游戏的吃软饭的废物。可不是嘛，居然还跑到这种地方来，丢人现眼，真以为自己能买得起别墅呢？我买不买得起你说了不算，况且你也只是一个部门的主管，你来这种地方看房不也是为了过眼瘾吗？闭嘴，你一个废物也敢议论我？我就算买不起也比你们强。再说了，我买不起，我老公买得起。我老公是这家房地产公司的股东，别说1套，就算3套也照样买。年轻人，不要眼高手低，这里随便一套房子就几百万啊！在这个人均几百块工资的时代，像你这种人，就是打一辈子工也买不起一间厕所啊！几百万很多吗？小子，几百万是多少钱你知道吗？就像你这种一无是处的人，别说几百万了，几万块你能拿得出来吗？就是一对穷鬼夫妻居然跑到这里来看房子，真是丢人现眼。秦宇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没事，舒雅，他们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。不是说我们买不起这里的房子吗？那我们就买给你们看看。哟，还真准备打肿脸充胖子呀？这可是别墅区，是你说买得起就能买得起的吗？就是，你要真能买得起这儿的房子，我给你磕一个也行啊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对呀，就是我说的。怎么样，你买一个我看看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处旧的楼盘？的确是有一处旧的别墅区，不过那儿基本上已经没人住了，人基本上已经搬走了，相当于已经是荒废了。好，我就要那里的房子。说你是废物，真不冤枉你，跑到人废弃小区买房子。周舒雅，你人长得不错，怎么眼光这么差呀？
居然找这么一个废物当老公，真是丢脸丢到家了。先生，您考虑好了吗？那个别墅区的价格相对于这边是便宜了一点，但是已经没有人住了。如果您想看房的话，我还是可以带您去的。不用看了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就买那儿。那你想要哪一套呢？不是哪一套，是整个别墅区我都要了。你个废物，还要买一整个别墅区？就算是荒废的，也不是你能买得起的。想用这种方式找回面子，不得不说，废物就是废物，连想法也这么幼稚。先生，您的需求已经超过了我的权限范围。您稍等片刻，我去请我们的副总来帮您定价。小子，你在这儿装，可找错地方了。一会儿副总来了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周舒雅，你胆子可真不小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不单单只是旷工一天的事情，我要开除你。张主管，我没事，舒雅，想开除我老婆，看咱们谁先开除谁。哎，天耀，我想问一下，恒源塑业是你们郑家旗下的产业吗？哦，这样的。我老婆在这里上班，她的主管要开除她，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张燕。哦，张燕。哎，好，行，拜拜。装，接着装。你知道我们恒源塑业的老板是谁吗？就是，你装也要有个限度啊，不然被打脸的滋味可不好受啊。喂，厂长啊，是我啊，我今天休息了。什么？厂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开除我？喂，自作孽不可活啊！是你？喂，厂长。哦，对，我今天串休。什么？让我当主管？这不太好吧？行，好。你个小贱人，厂长让你当主管了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我能让你丢了工作，也能让你丢了性命。小子，你敢打我老婆？连你一起打！妈，你不服？谁呀？敢在我们宁家地盘闹事儿？你怎么是你呀？真是冤家路窄。厉小姐，这小子这闹事儿还打人。上次在拍卖会上让你捡了漏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儿可是宁家。我不是来找事的，我也没有心情跟一些个蠢货计较。我是来买房的。你们公司旗下那套荒废的别墅区，我要。你说的那个人就是他？是。你说买我就得卖呀。买，我买你卖。如果你不想卖，我也不能逼迫你。舒雅，人家不想卖，那我们走吧。等等，你确定你要买我们家的别墅区？你觉得我有时间跟你们开玩笑吗？这处别墅区早就荒废了，宁家一直想要出手，却无人问津。这下终于有了冤大头。宁小姐，他就是个废物，你千万别上他的当。别人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完全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。他要能买得起别墅，母猪都能上树。好，既然你们说我买不起，那我就买不起。算了，不买了。舒雅，人家瞧不起咱们还是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既然秦先生真心想买，我们宁家也是诚心想卖。
把嘴给我闭上，没你说话的份。可是他真的是个骗，我叫你闭嘴，你听见没？哎呦，秦先生见笑了。那我现在就让人去安排合同。半个小时之内我要看见合同，超过半个小时，这些房产我就不要了。哎，你快去！半个小时之内我必须看到这份合同。好的，宁小姐，咱们还没谈价格呢。一口价8000万，成交。成交。行了，就按这个价格去拟合同吧。哎呀，听到了吗？还不快去！好，快点儿！哎呀，秦先生，咱们可不带反悔的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宁小姐，这小子怎么看也不像能拿出8000万的人呢？你是不是？这钱他肯定可以拿得出，这地我也一定会让他砸在手。秦宇，你说你花了这么多钱，就只买了一处已经荒废了的别墅区，这是不是有点……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啊。时间上没错，应该就是今天。据有关部门透露，南庭华府别墅区已被纳入规划方案，此次投资高达10个亿。宁总，合同拟好了。秦先生，合同到了，还请您过目。没问题，可以签了。秦先生，该您了。好。行了。舒雅，你还记不记得来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一句话？我来这里不是上班的，而是让他们给我上班的。秦宇呀，秦宇，你也有今天。上次让你捡了个漏，今天我要让你赔个底朝天。怎么，不装了？装？你个冤大头！现在合同都签完了，我还能惯着你？就是，你小子是真没眼光。南庭华府荒废了近10年，别说8000万，就是4000万也不值啊！我就知道，这对穷夫妇就算有钱也守不住财，活该做赔本买卖。秦宇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赔了？放心，是赚是赔还不一定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装呢？上次在拍卖会上是你走运，这次可是在我宁家的地盘，这是赚是赔还不是我说了算。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我还听说你们宁家的市值有5个亿上下，既然如此，我不介意收购你们宁家。笑话，宁家在东城发展了几10年，是你说收购便收购的？如果我真的把宁家也收购了，我可就是你的老板了。你确定要这么跟我说话吗？放娘的屁！秦宇，我看你是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吧？我告诉你，南庭华府这个别墅区，它早就是块废地了。它在我们宁家名下这么多年，它值不值钱，我还能不知道？是啊，废物，这8000万就全当买个教训。是吗？林怀瑾，给我滚出来！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南庭华府是不是你经手的？您这么快就收到消息了？说，是不是你经手的？当然了，这个项目可在咱家荒废了这么多年，咱们家除了我，还有谁能以这么高的价格卖出去啊？虽然说这次没能和郑家合作，但是今天这一笔也够咱们家回本啦。你这个废物！爸，你怎么打我呀？我打你，我恨不得现在就能打死你！不是，总裁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
这宁小姐刚赚了一笔，蓝天华府那个项目荒废了那么久，你们宁家不是早就想出手了吗？你知道个屁！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知道找我商量一下，就擅自把这块地给卖了？爸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你说南天华府那个项目都荒废了那么多年，送都送不出去的一块地皮，我现在卖了那么高的价格，难道我有错吗？就是，宁总，别的我不知道，那南天华府荒废了那么久，还有什么价值啊？你们知道什么呀？这块地皮早在7天前就被划为待规划区。今天已经下了文件了，这块地皮现在的价值至少是10亿。什么？10个亿？10个亿？秦宇，真的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总裁，消息属实吗？这10个亿也太……10亿，10亿只不过是前期的投资，这块地皮会建出商业区，后续的追加投资远不止10个亿，这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盆，结果却让你们给卖了。哎呀，哎，秦先生，其实这件事就是个误会，我们宁家……宁先生，你是反悔了吗？秦先生，这块地皮您是吃不下的，开个价吧。您这个玩笑开的是有点过分啊！这合同已经签了，我劝您还是再考虑考虑。秦先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宁先生，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？我在说这块地皮，就算是你买到了，你也吃不下。我吃不吃得了，你说的不算，多谢你操心。舒雅，咱们走。哦，对了，这张卡里有1个亿，除去那8000万，剩下的给我一套户型最大的别墅。爸，闭嘴！我们宁家在东城被郑家压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一次翻身的机会，就这么被你断送了。罢了，时也命运，看来我宁家再有出头之日了。秦宇，那块地皮的事是真的吗？肯定啊，不然我怎么会花那么高的价钱去买一块废弃的别墅区？10个亿，我想都不敢想。你放心吧，我说过了，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。这10个亿只是开始。秦宇，你要知道，以前咱们家再苦再难的时候，也一起走过来了。好日子的定义呢，未必是要有多富有，只要可身体健康，快乐长大。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我们一家人哪怕日子过得苦一点，对我来说也是好日子。我只希望我们能一直在一起，而不是赚了多少钱，拥有多少荣华富贵。我明白。电话。喂，舒雅，听说你升主管了？是呀，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整个车间的人都知道了。舒雅，几个老同学都知道你升职了，都吵着要给你办庆功宴呢。今晚8点，西悦酒店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样多不好呀。哎呀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这个人呐，就是太闷了，平时也不多出去走动走动，远亲还不如近邻呢。就这么定了啊，不见不散。晚上有事儿？对，几个老同学听说我升了职，非要聚一下。是不是那种平常根本就不会联系的？这人呢就是这样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那晚上陪我一块儿去？没问题，走。舒雅，你先进去，我挑一瓶酒。好，那我里面等你。
舒雅真的升主任了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厂里一大半人都知道了。那主管的工资一个月得有3、4千吧？那可不止，我们厂里的待遇好，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，每个月的工资得有5000块呢。这么多？可不是，哪像我呀，每个月工资400、500块钱，这人和人呐，可真不能比呀。哎，对了，红瑞，你不是也升车间主任了吗？这工资也涨了不少吧？升是升了，但一个月也才1000多。行了，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。谁都知道你家老魏做生意赚了钱，你的那点工资啊，够自己花就得了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晚什么晚啊？不晚不晚，快过来。哎，舒雅，你来了，来，坐。来，快坐。来，舒雅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魏思成。你好。常听红人说起你，说你们上学在一个宿舍，关系很好。对。行了，大家都坐吧。坐。人都到齐了，咱们让服务员继续上菜。舒雅，我可说好了啊，今天这顿我们请啊。舒雅，你就别争了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这顿啊是给你办庆功宴，你呀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坐着，哪都不能去啊。哎，这位是？这谁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老公秦宇。这位是我老公秦宇。你好，早就听舒雅说起你，不过这真人呢，今天还是头一次见。就是，来，坐。秦宇，这位是魏思成，是红瑞的老公。幸会。这是牧童古堡。魏先生喝过这酒啊？以前湘江来的客户啊，他的秘书就带了一瓶这样的酒。那这支酒可不便宜吧？就这一瓶就要7、8千块啊！这么贵啊！一瓶酒能抵上我大半年的工资啊！大家给舒雅办庆功，这份心意我们应该领。一瓶酒而已，大家喝开心就行。舒雅，之前我就问过你，结果你一直不告诉我。今天你说句实话，你老公是不是做什么大买卖的？就是啊，一瓶7、8千块的酒，你老公随手就是一瓶，这可不是一般人啊！秦先生，你看这绝非凡人，在这东城我也见过不少生意人。秦先生面生，你是在外地发展？也不算是做生意，之前一直没工作，只不过这段时间勉强涉猎了房地产行业。房地产，干这一行的可都是大亨啊！秦先生，今天相聚都是缘分，今天咱们一定要多喝几杯。就是啊，舒雅，你说你也不早点告诉我们，你老公做那么大生意，可不是嘛！来，咱们今天呢必须多喝几杯。来，抱歉，我稍微来晚了一点，抱歉。马腾飞，你怎么来了呢？这不是听说舒雅高升了吗？而且你们也都在，我就厚着脸皮赶过来了。还有不请自来的。哎，老马，快坐。舒雅，这位是？他呀，是我们班长，当初学习最好，现在混得最差。谁说不是呢？上学那会儿啊，他最爱打小报告了。我们谁逃课了，他要是知道了，第一个告诉老师。哎呀，当时老马也是为了你们好嘛，而且在学习上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呢，对吧？谁稀罕啊？学习好又怎样？现在不还是混这个样子？就是还特意跑过来混饭吃，你也不嫌丢人？其实我觉得吧，同学之间没有混饭这一说，能聚在一起都是缘分。秦先生说的有道理啊。那个老马，你就在门口那坐着啊，然后服务员来的话，你还能端茶倒水什么的。秦先生啊，我们刚刚点了些菜了，你还有什么想吃的？再点点。您看哪道菜合您胃口？这老马是最后一个到的，就老马点吧。老马最后一个来，不如让老马点吧。秦先生，他一个屌丝会点什么菜呀？你想吃什么？我帮你点。你们都点这么多了，我们就不点了。舒雅，你看你还想吃什么？哎，老马，你今天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聚会啊？其实我刚刚就在隔壁，偶然间听到你们在聊天，我就过来看看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真是太巧了。在隔壁待得好好的，干嘛非要跑这儿来呀？你不会是被他们赶出来的吧？我不是吧？你真是被他们给赶出来了？
其实我是过来拉赞助的，只不过没人看好我的项目，我就随便聊了2句就出来了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隔壁是这家店最大的一个包厢，他们有低消吧？消费不足3000，进都不能进。项目？什么项目啊？他能有什么项目？一个死脑筋，除了学习还能干啥？不，我敢说我的项目至少超越这个时代3年。你可得了吧！真像你说的那么厉害，隔壁的大佬还会把你赶出来呀？老马，方便的话说说你的项目吧。你们看，手机是我们目前最为普及的通讯工具。我们日常除了用它打电话、便于发短信为主，但短信局限性太大，而且价格又不便宜，1毛钱一条。所以我就发明了一款可以免费聊天的软件。虽然这款软件现在只能在电脑上安装，但是只要有求资，我就可以将其安装到手机上。到时候这款软件就一定会被普及的。怪不得你会被别人赶出来，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？我都有手机了，打电话不好吗？就是，我都能发短信了，还有你的什么软件啊？真是鸡肋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马腾飞。你注册公司了吗？已经注册过了。你公司叫什么名字？目前公司只有2-3个人，就以我的名字命名了。腾飞集团。截止2021年前后，腾飞集团的市值已达到9145.89亿美元。哎，老马，你刚才说要投资，需要投多少？10万，我只需要10万。我投100万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100万！天哪，这下老马岂不是要发财了？你有什么条件？我要你腾飞集团的干股。你想要多少？那就要看你能给多少了。这100万投资之后，后期还会追加投资吗？如果你需要，当然会有。我最多给你35%干股，再多不可能了。成交。你同意了？35%的干股，那就意味着我用100万换了3000多亿美元，3000多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，那就是2万多亿。哎呀，老马班长，你瞧我这张嘴呀！刚才我说的话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对，老马，你可是我们的老班长，秦先生都给你投资了，这以后啊，你可别忘了我们老同学啊！秦先生，我能冒昧的问你一句吧？您为什么肯相信我？我之前也有过你这种思路，说实话，这方面我不如你，并且没有人可以超过你。放手去干吧。当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如果需要什么资金的话，尽管给我提。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。秦先生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秦先生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咱们大家敬秦先生一杯。来，一起。来，你怎么样？好点没？刚才喝那么多酒。没事的，明天就要搬新家了，可可一定特别开心。是啊，再过2天，可可就要上学了。哎，我明天要去一趟那边的楼盘，不能跟你们一起搬家了。还有啊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搬过去的，可以去那边再买新的嘛。你呀，总是大手大脚的，那这些东西都能用，为什么要买新的？好，都听你的还不行吗？干嘛？你说可可她一个人会不会太寂寞了？她怎么会呢？要不我们给可可生个弟弟吧？哎呀，你关灯。金宇，你轻点儿。可可，来，要多吃一点儿，等下帮妈妈搬家，好不好？好，多吃点啊，可可。大口吃啊，大口吃啊，听话。喂，郑少，今天这么闲给我打电话？齐先生，郑少出事了。怎么了？郑少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医院呢，老爷也昏迷了，现在还没醒。
整个郑家现在乱作一团啊！少爷昏迷前说，如果实在控制不住局面，就让我找秦县长帮忙。我这就过来。他在哪儿？在郑家别墅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郑家到底招惹了谁？一夜之间，少爷出了车祸，司机当场身亡，老爷食物中毒，现在还在昏迷当中。集团现在什么情况？郑家的股东们好像提前知道了消息一样，昨晚刚出事，他们就来了，假惺惺的探望了一下，然后就开始分股。分股？对，郑家的股份稀释的比较多，老爷也只能控股30%，少爷控股10%，余下的60%都在各大股东手里。这些股东联合起来，想把老爷和少爷手中的40%的股份全部吞掉。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，看来有人蓄谋已久。但是转让股份这种事情，没有郑老爷和天耀签字，是完成不了的。的确，不过最近郑家股市动荡，那些股东全都撤了，现在只能靠着老爷和少爷的股份撑着。万一股市彻底崩盘，郑家就只能宣布破产了。一旦破产，这些股东就会卷土重来，直接收购郑氏集团，到时候郑家就真的一穷二白了。秦先生，少爷昏迷之前就只交代了我，万一情况不对，就来找你帮忙。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人动得了郑家。这次扳倒郑家，各位可是功不可没呀！哪里，都是陈家牵头，我们这些人只是尽绵薄之力罢了。哎，这是哪里话？这次啊，要是没有杨伯伯，想要这么轻易扳倒郑家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家豪说的没错，这次有劳杨老板了。哪里话？郑家一倒，我们就是东城说一不二的存在。以后啊，再也不用看郑家的脸色行事了。郑家一家独大了这么多次，现在也该倒。我们已经完全撤股，同时放出一些消息，现在持有郑氏集团股票的股民也都基本抛了。现在只要我们等着郑氏集团的股票跌停，然后找机会以最低的价格将它全部买入。这样一来，郑氏父子也就成了光杆司令了。到时候啊，整个郑家就都是我们的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家主，大事不好了，股市出事了！什么？季先生，你确定这个办法真的可以吗？放在平时肯定不行，但是今天绝对可以。今日股市收盘，此番大起大落，实在让人惊叹。短短几个小时之内，从跌停到涨停，东城股市近10年来都未曾经历过这种动荡。这种动荡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创造出数个亿万富翁，也有不少的人倾家荡产。这样的话，郑家是不是也……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只能这么釜底抽薪，用郑家为代价吃掉其他几家。这场战争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怎么样？不行，没有办法，这是股市大跌，所有的股票都在跌。我们原本的谋划是把郑氏集团的股票全部做空，但是谁能想到，整个股市都开始大跌了。明明这段时间股市都很稳定啊，偏偏这个时候出现动荡。那现在怎么样了？情况很不好，这些股民不光在抛郑氏集团的股票，几乎是把手里的股票全部抛出去了。不对，有人在买股票。这很正常，有些股民在股市大跌的时候喜欢入手一些股票，持有一段时间再抛出，也能小赚一笔。不对，这买入量太大了。什么意思？有人把散户手里的股票全部买入了。什么？全部买入？你不会看错吧？是全部？对，就是全部。这个人突然出现，把所有的股票都买到了手里。无妨，估计这是哪条过江龙来咱们东城捞油水了。这样的事
之前也不是没出现过。不过，东城的水也不是什么人都趟得过的。他这么做，应该是想囤一波股票，等股市回暖，捞他一笔大。要是这么简单，那不是个人就能发财了？现在股市跌成这个样，最快也得半年才能回暖。照他这么买，只会血本无归。既然这样，陈总，不如我们也抛出些股票。对，趁着现在还有人要，我们可以抛售一些跌得比较厉害的几只股。这样一来，我们非但不会在这个熊市之中亏钱，反而还有得赚。Yes， 成功了！这些人居然真的把自己持有的股票全都抛出来了。他们就是想趁这个时候再捞一笔，说白了就是贪小便宜。要不是这样，我还真拿他们没有办法。哼，现在就等他们上门求饶了。买了，哈哈哈！这个人果然出手了。没想到在这熊市之中，我们也能捞到一笔。这是我们的合作，连上天都捐过几分呢。等等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股市回暖了。什么？居然涨了，而且照这个趋势，还有可能会涨停啊！这怎么可能？照这样，刚刚我们抛出去的股票，岂不是？郑家把你们陈家公司的老窝都给端了。什么？好你个郑家！哟，各位终于来了，比我预计的时间要晚那么一点点。早就应该想到是。怎么很惊讶？先别着急惊讶，我奉劝各位，还是先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自己的资产吧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是我想怎么样，是你们想怎么样。说白了，这场战争是你们先挑起来的，你们不但没有赢，而且还输得很惨。1个小时后股市就收盘了，但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半个小时后股票会跌停，半个小时后我会把我手里所有的股票都给抛售出去。这笔资金可不是几个亿的事情，而是几10个亿。秦宇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其实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想收购在座各位的公司罢了。如果你们同意，我至少可以保证你们不会破产，传出去也是你们以高价把公司给卖了而已。当然了，这收购的金额嘛，我说了算。区区1个亿就想收购我们的所有公司，你简直是痴心妄想！1个亿，陈山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怎么会有1个亿？是1000万，怎么会有1个亿？是1000万。你说什么？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一句话呢不会说第3遍。1000万，收购在座各位的公司。如果你们不同意，半个小时后，我会用我手头这笔恐怖的现金流，使在座的各位破产。听清楚，是实实在在的破产。你们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。半个小时后，恐怕连你们身上的衣服和手表都要拿去还债了吧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。所以我还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，把这份合同签了，至少你们还有1000万。要是不签的话，下场如何，你们也很清楚。所以，请告诉我你们的选择吧。但是要提醒一下你们，时间不多了，还有20分钟。秦宇，跟你拼了！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秦宇，算你狠，这一次亡人哉了。是我狠了，是你们先用这不入流的手段想要瓜分郑家吧？但是你们也太高估自己了。郑家在东城发展了近30年，也是你们能够撼动的吗？你们就不好奇我能鲸吞这么多股票，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吗？难道？天佑，郑叔叔，出来吧。这场戏
该落幕了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陈，咱俩争了一辈子了，到老本想留个面子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狠。小雨，你行啊你！当代诸葛亮啊！你说，你是不是人家会算？嘉禾，把合同签了吧，我们走。爸，这签了吧，我们已经输了。这件事情本是天衣无缝，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哼！我郑欢在东城混了这么多年，要是没有这点手段，早就死了。况且我儿子这位朋友胆大心细，要是没有他，今天诸位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吧？什么？你也别说了。郑大哥，郑大哥，你要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一时糊涂啊！这么多年，我跟着您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啊。老杨，我没想到你竟然背叛我，咱俩白手起家，我郑欢待你不薄吧？老杨，你走吧。不过你名下的产业，你带不走了。杨叔，这张卡里有500万，够你下半辈子养老吧？小秦啊，郑叔叔，以后陈家和杨家的产业就由你来打理了。我累了，生意场上的事儿，以后我也会慢慢交给天耀的。天耀性子直，有时会吃些暗亏，就希望你多多帮助天耀。郑叔，您这话说的就太见外了。我跟天耀是哥们儿，我一定会帮他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以后东城的天下就交给2位年轻人了。椅子放1楼就可以了，那个箱子可以放到2楼，这个可以放到3楼。小心点啊，里面有重的东西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妥了，从此以后东城只有2个家族。2个家族？一个是郑家，那另一个呢？另一个就是我们秦家。你先带孩子回去吧。钱先生，是这样的，这块土地的规划方案呢已经下来了。如果您现在在上面签字，10个亿的款项将立马打到您的账上。还有这份是我们宁氏集团的股份转让协议，我们宁家呀愿意把我们51%的股份都转让给秦先生。怎么，宁家主这是想开了？哎呀，秦先生，你就不要再调侃我啦。现在呀，陈家已经倒下了。那郑家又和您关系密切，您说说，就连江省首富钱家都来和您谈合作，我们当然也不能不识时务啦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秦哥，这次多亏有你，要不然我这个项目恐怕到现在都不能开始。既然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走顺了，以后会越来越顺，加油吧。秦哥，我有朋友，他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他想把购物网络化，让大家足不出户，在电脑甚至手机上就可以买到大家想要的东西，就好像是在手机上逛商场。你那个朋友不会姓马吧？天耀哥说你能掐会算，
还真是啊。我朋友现在缺点资金，秦哥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呀？投呗！哎，晚点给你嫂子打电话，让她给你转钱。我身上可没钱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这顿饭你请啊！没看出来，秦哥还是个妻管严啊！你懂个屁！这个世界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，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。哎，对了，秦哥，还有个事，我上大学那会儿，曾经作为交换生在国外待了1年。我在国外认识那个朋友啊，他的想法更奇特，他想造一款不用燃油的汽车，前2天还给我发邮件来着，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搞。哎，秦哥，你说巧不巧？我国外的那个朋友名字里面他也有个马字。秦哥，你让我缓一缓啊。喂，兄弟，我在沙场呢，速来上号。可以啊，那你得请我可没钱。喂，你不是吧？身家都上亿了，还这么抠？你就说请不请吧。请，行，传世等你，不见不散啊！快点，不见不散。